东南亚国家几乎都被殖民过，但为何只有泰国没有被殖民呢？英国和法国为何都不敢殖民泰国呢？究竟怕什么呢？要知道，当时整个亚洲也只有3个国家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那就是中国、日本还有泰国。而坊间对这事实流传的说法是，中国因为太大和抵抗意识太强，所以没有被完全殖民改造，而是被转入半殖民地情况。而日本是因为经过明治维新后实力大增，虽然日本很小，比泰国还要小，但却没有人敢动它，只有它敢动人家。而泰国是因为它的国王太过狡猾，巧妙运用了列强之间的猜忌和嫉妒，才能苟延生存下来。但还是有部分领土已经丢失了，你知道吗？现在的老挝和柬埔寨原本也是属于泰国的领土一部分，过后在列强的威逼下才被迫割让出去，所以在泰国原始版图里又另外独立了2个国家出来，就好像印度这样，在印度的领土上也同样分裂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其实这些都是殖民者干的好事，巧妙运用和设计族群对立，然后造成你内部分裂，或与邻国的边界冲突不断，以达到内耗的效果，让你发展得很缓慢，这样就避免你将来有可能超越它。在必要时，你还会求助他们来帮你，只要你有求于他时，他就有机会开口让你让利。所以你看懂了吗？这算是一种 business model 来的商业模式。哈哈，亚洲和非洲的发展潜力巨大，人口也是世界上最多的，资源比欧洲还要丰富，当然俄罗斯不计算在内哈。而且平均国家的面积也不会太小，对比欧洲的碎片化，我们这边更具有天然优势。我们只是开窍的比较晚而已，但不迟，还来得及，时间在我们这边。从16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始到19世纪，欧洲列强开始征服世界，夺取全世界的财富。他们在欧洲、美洲、非洲、亚洲不断扩张，使这些地方大多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成为他们的财富、金矿和原材料的生产地。当然，资源丰富的东南亚也自然成为列强们必争之地。19世纪下半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在东南亚划分了势力范围。1886年1月，英国通过第3次英缅战争，成功吞并了整个缅甸，完成了对整个缅甸的殖民，并将缅甸并入英属印度联邦。1887年1月，法国占领了越南，组成了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此时，英法2国的殖民主义势力在中南半岛中部交锋。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国家，它虽然战斗力不强，但却能在这些战争中屡屡独善其身，而这个幸运的国家就是泰国。Hello， 大家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现在是时候订阅了，我会每周更新哦。上一期我们就谈到了为何印尼要吞并东帝汶呢？如果你还没看的话，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的频道找也行。当时的泰国还叫做暹罗国，还有3个藩属国。不是只有中国有藩属国哈，泰国也是有藩属国的哦。它的3个藩属国分别是万象、兰博拉邦和占巴塞，接壤于安南，也就是今天的越南。法国人占领越南之后，就进一步吞食暹罗的领地。面对贪婪和凶狠的法国，1886年，暹罗被迫割让湄公河以东的地区给法国。西边也不见得太平哟。英国在1986年1月通过第3次英缅战争，成功占领缅甸后，将其纳入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同时开始对泰国虎视眈眈。英法2国深知暹罗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多次为瓜分暹罗进行谈判。当时的暹罗拉玛五世自知，如果强硬对抗的话，其结果必得落得和缅甸一样的下场，被英法2国瓜分。于是暹罗一边在2国之间虚与委蛇，挑起他们互相的猜忌和矛盾，一边加紧与欧洲的强国普鲁士和俄国交好，与欧洲国家缔结了很多不利于泰国的条约，让英法投鼠忌器，不敢轻易武力侵占，借此来避免沦为殖民地。他在位期间也实行了许多的改革计划，为之后的朱拉隆功大帝种种改革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暹罗国王，尤其是朱拉隆功，也意识到为了避免殖民化，他们必须将他们的政治体制转为更加欧洲化的版本。这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国家建设项目，也间接促进了泰国今天的现代化。简单来说，就是泰国通过内部整顿，把泰国的社会制度打造成
剩下欧洲社会一帮，让欧洲人意识到泰国其实已经开化了，不容易被征服，已经不是新兴了。有先进的思想、制度还有社会，是有潜力崛起的国家。如果你们现在对他这帮差，将来如果泰国崛起，你们可能被泰国报复清算，所以要想清楚。因此我在这里奉劝各位，平常也不要去看不起任何一个人，以免将来你会被报复，因为你不懂他将来会是个怎样的人物。该项目其中一个重要事项就是绘制地图。泰国人意识到欧洲人非常重视知识，尤其是地形知识。英国人和法国人总是利用地图来定义他们所统领的土地。当边界不明确时，他们会以此为契机夺取更多的土地，所以用地图清晰告诉他们，泰国就在你们两强中间。如果不想时常起冲突的话，你就要用我这个中立国把你们两个势力范围割开，避免直接接触。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乌克兰战争会爆发，因为俄罗斯不想北约部队靠近他的领土。而乌克兰、芬兰和瑞典就是缓冲国，就类似当年泰国的历史定位。正如泰国国王拉玛四世所言，作为一个小国，我们赖以保护自己的武器，除了嘴巴，就是充满智慧和健全思想的一颗心。英法之间既不想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也不愿意放下泰国这块肥肉。最后在各自蚕食了部分领土后，暹罗成为两国殖民区的缓冲地带。泰晤士报曾说，英国无论如何不能在印度支那同法国为邻，现在已经是划清不许法国偷越那个界限的时候了。同样，为了避免与英国直接对抗东南亚的利益势力范围，法国政府曾向英国当局提出暹罗中立化的建议，即维持一个强大、独立、两边都有明确国界的暹罗王国，使大不列颠领土和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领土之间有一个固定的屏障。而这种协议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它可以防止两国之间减少边界摩擦。英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于同年8月通知法国，表示赞赏建立一个强大暹罗王国的做法。1896年，英法签署《英法关于暹罗和湄公河上游的宣言》，泰国正式成为英法承认的中立国。也正因为泰国没有被殖民，所以泰国一直都是特殊的存在，它的文化习俗等和周围的国家都不一样。比如马来西亚、文莱、印尼都是比较偏向伊斯兰化的。而新加坡、菲律宾则比较偏向西方文化，而越南、缅甸则是中国的文化熏陶，唯独泰国很不一样，包括其独步全球的变性手术更是神奇。我只能说，泰国有自己的独特的特征和个性，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区分开来。好，我今天分享到这，喜欢的话欢迎你点赞、分享还有关注，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哟，我会每周更新。如果你有任何意见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们一起交流吧。如果你想看为何泰国有那么多变性人呢，可以来到频道看之前的作品。好，我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我们下期见，拜拜，记得订阅哦。